闲话日本，2023年第一更啊，已经是大年初6了，还没出正月，先给各位看官拜个年吧，兔年大吉大利。咱们又停了一段时间啊，没辙。这一开年，先是家里边有老人突然去世，跟着又是排着队阳性，我在日本这边也使不上劲儿，感觉非常玄幻，很无力，所以也一直没什么心情。总算是一切都稳定下来了，收拾心境，跟您接着聊天。就在我忙活家里这些日子啊，中日两国之间这一开年也出了不少的事儿啊，简单捋一下吧。先是鉴于中国这个疫情放开的数据太少，日本决定对所有从中国来的航班实行全员核酸检测，出现了阳性的，需要先在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虽然说日本政府负担这个费用吧，但毕竟不方便嘛。于是中国就开始实施所谓的对等措施，停了所有日本人去中国的签证，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跟着呢，日本首相岸田又出国去串联了一圈，连带着去年年底的活动吧，跟什么澳洲、英国等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同盟关系，又跟美国一起发布内容涉及中国的声明等等吧，各种眼花缭乱的时事变化。这要放100年前，妥妥的是两国要开战的节奏啊。那么在所谓文明时代的今天，中日两国的关系会走向何处呢？今天咱们花点时间，从我的角度来聊聊这个。先说点别的吧。其实我在日本这些年经历过好多次啊，中国的企业来日本跟日本企业谈判，寻求合作嘛。因为我跟那边老板都是朋友嘛，有时候在中间帮他们牵线儿、找资源、做翻译什么的。明显的感触啊，这种事儿特别难谈，因为双方很容易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了。经常是这种剧情，中国这边一般都是创始人、老板带队，在公司里说一不二那种。跟日本一聊，刚开始很顺利，毕竟前期有过接触沟通嘛，一拍即合。于是中国这边老板就表态了，愿意出多少钱，投入多少资源，恨不得咱俩明天就开始启动了，很积极。但日本这边呢，虽然也是公司社长出面，但往往啊，这就是个职业经理人，明显跟不上节奏。这个很好，但是我得跟公司的董事会、合伙人甚至业务骨干得汇报一下，我们需要评估才能答复您。那中国老板当然不爽啊，但还想合作吗？行，我先忍着你。日本这边回去开会讨论，最后总算拿出一个答复来，双方又坐到一块儿。结果呢，在日本开会这期间，老板又有新想法了。上次谈的条件变了，那肯定达不成合意啊。日本这边就又得回去继续开会，类似这样几个来回，两边就都烦了。最后的结果呀，往往是不了了之。就算说双方勉强谈成，多半也是烂尾。所以在我看来，这种情况的原因啊，首先是因为两边的体制不同。中国那边是自上而下的体制，老板一句话，底下都得听着，这事儿就定了。而日本这边呢，多是自下而上的体制，社长就是个职业经理人，能当家做不了主，不得到公司里边大多数的支持，他负不起这责任。所以我就感觉说，这个情形就特别像中日这两个国家的交往。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51个年头了，想知道今后的发展，咱们得追本溯源，看看50年前两个国家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先说中国这边吧，您看时间啊，上世纪60、70年代，60、70年那会儿，在中国谁要敢说跟日本友好，估计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毕竟抗战才结束了10几年，战争创伤犹在啊。只有一个人可以，毛主席。老一辈革命家们都是用战略眼光来看问题，从战略的角度决定要和日本改善关系。为什么呢？原因很多啊，但是我认为主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个时代背景。1956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发生对立，到69年珍宝岛还发生过2次军事冲突。中苏之间的国境线呀有7000多公里长，
1968年的时候，在这条国境线上，苏联部署了15个师，30多万军队，随时准备开战，而且还年年增兵。到1972年，已经增加到了44个师，100万大军啊！当时的关系非常紧张。您看，现在好多中国的城市，还有当年挖的防空洞啊，就是为了防备苏联的核打击嘛。同时啊，南面越南战争也日趋激烈，再加上和印度的关系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医生聊天，毛主席就问医生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得怎么应对？医生当然不知道答案了，只能听毛主席接着说：没关系，日本背后是美国，要破局需要老祖宗的智慧，远交近攻，和美国、日本搞好了关系，才能集中力量腾出手来对付苏联。所以您看，过去文革那会儿的海报啊，早期的时候叫2个拳头出击，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到后来呢，叫一条线一大片，美帝被拿下来了，只打倒苏修就可以了。至于中国人民的想法，没关系，毛主席有着巨大的威望，他决定的事情，人民一定会拥护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然后新中国还替代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这一系列外交动作的收官，就是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隔27年啊，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式访问中国。我们顺便再回头看看日本，能走到田中访华这一步，那可也费了劲了。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啊，像一辆大巴车，所有的国民都是乘客，领导人握着方向盘，想去哪儿一打轮一脚油就到了。所谓的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嘛。而日本不一样，更像是我们看电影里边会出现的那种古代的车，很多人在下边推，一大堆国民，有想往东的，有想去西的，没关系，看哪边人多力量大就往哪边走。战车上这个所谓的国家领导人，当然也有自己想去的地方了，他只能是拿个大喇叭忽悠下边这些人，说通了就成功了。那国民不同意，他也没辙。您看这几年疫情特别明显嘛，中国习主席一说动态清零，甭管你是几百人的小区还是几千万人的城市，一下就控制住了。同样的，一说放开，第二天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日本没戏。现在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刚上来那会儿，也赶上日本疫情突然严重，他就想临时封闭一下国境，谁也别进来了，直接就被怼回去了，根本办不到。按日本人话讲，你个首相说白了就是管家，当得了家你可做不了主。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是吃海鲜还是吃青菜，这事儿你说了算。主人这辆车是拿出去修还是换辆新的，这事儿归你管。现在主人出差了，你打算锁上门不让回来，那就叫茅房里边练跳高，你过分了。50年前的形势啊，差不多也是这样。1945年日本战败，向中华民国呈交了投降书，然后到了52年，作为二战终结善后的旧金山合约生效，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和已经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叫日华和平条约，标志着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结束了战争状态，恢复正常的国家交往。但是由于这个旧金山合约的签订并没有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法理上讲，日本和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一直都没结束。而且美国对日本占领在结束归还政权的时候就说嘛，其中的条件就是只能和中华民国建交。那会儿的中华民国就剩下台湾了。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日本国民对于新中国这个巨大的邻居，从外贸、原材料市场等等都充满了需求。有人可能会问啊，说60年代中日之间有外贸吗？还真有。我查了资料，付款啊确实是需要一些技术手段，但至少日本的化肥和钢铁是在向中国出口的，而且两边的这个贸易额呀还在不断增加。
1961年中日间的贸易额是4800万美元，到了1966年已经增长到了6.21亿，5年13倍啊！民间的这种经贸上对中国大陆的需求，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日本的国家层面，就这些个议员里边啊，出现亲北京的势力，而且随着民意壮大，这股势力也在壮大。又赶上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破冰，美国在战略上也需要拉近中国来孤立苏联嘛，所以日本当然得追随老大哥的策略了。而且刚才说的，日本国内的民意可用。虽然说当时的新中国的人民普遍对日本有这种仇恨心态，没关系，只要赶在毛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还在当政的时候，把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好了。所以田中角荣7月份刚一上台，9月份就来中国了。1972年9月25号上午11点半，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日本航空的飞机缓缓着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带着外相大平正方一行人下了飞机。这是日本战败以后第一次的首相访华。据说当时田中非常紧张，平时这种出国访问他会带上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这人现在也是日本政坛的一号人物啊。但是这次去中国之前，他就说你先别去了，爸爸这次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作为田中家的立场，得做好最坏的打算。甚至根据当时值机的这个日航机长回忆，田中首相在下飞机之前，能看见他的手在那一直抖。但是一下飞机，情况好像还不错。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带着一个53人的接机团，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不久前的尼克松访华。然后就是双方正式开始谈判。打算写进联合声明的核心议题一共有4个：日本对战争的反省，中方放弃战争赔偿，两国复交的3原则，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这一坐到谈判桌上，很明显中方的弹性要更大一些。毕竟只要毛主席、周总理拍板了，这事儿就定了。田中那边呢，因为日本国内的意见对于建交这件事还没完全统一，各个势力还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可操作的空间很小。除了一些谈判的技巧，几乎就没有什么弹性，甚至连说话用什么词都受到限制。比如说吧，谈判第一天晚上，周总理得设国宴招待日本访华团，场面宏大呀，700多人出席，然后就出事了。这种场面，双方老大得上去致辞。周总理先四平八稳的说了一番什么求同存异之类的内容，挺好。然后就该田中了，上去得先为过去的战争罪行道一下歉。这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日语，他大那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这句日语怎么说呢？大意就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这类的意思。而且确实在日语里边道歉谢罪的时候，经常也说这句，包括现在，比如有日本大企业犯事儿了，什么名人出丑闻了，出来电视谢罪，一般也会用到这句。但是当时这个致辞稿是提前翻译出来，发到了现场每个人的手里。翻译稿上写的是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翻译的语气太轻了。结果就是宴会现场，本来这个田中说2句，底下就哗哗哗的给鼓一下掌。这句添麻烦一出来，场子一下就没声音了。那肯定的，我们这边死了几千万人，您来了个添麻烦，说不过去啊。周总理当时也没出声，看着稿子，皱着眉头不说话。一直到晚餐会结束的时候，走到田中角荣旁边，小声跟他说：“你今天这个发言肯定是通不过的。”好，这一上来刚吃了顿饭，就陷入了僵局。那么中日恢复邦交的谈判后边会怎么发展呢？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且听下回分解。